歡迎嚟到懸疑檔案。2013年，美國德州發生咗一單轟動全國嘅高踭鞋謀殺案。當時45歲嘅安娜用一隻藍色嘅高踭鞋不斷咁攻擊男朋友塊面，直到佢停止咗呼吸。當時呢單案喺社會上掀起咗兩極化嘅輿論，有人認為安娜係冷酷無情嘅惡魔，殘忍咁結束咗男朋友嘅生命。亦都有人認為佢只係一位家暴嘅受害者，因為生命受到威脅，所以先至會自衛反擊，但係就錯手搞出人命。安娜喺 Waco 出世，佢有過2段婚姻，並誕下咗2個仔女。喺同第2任丈夫離婚之後，班仔女就跟住前夫生活，而安娜亦都非常享受回復單身嘅生活。佢曾經擔任過可口可樂公司嘅主管。但係佢喺離職之後就一直都揾唔到工作，生活非常落魄，最後仲搞到無家可歸。2009年，佢決定搬到 Houston， 並成為咗一位按摩師。一到咗夜晚，佢就會喺酒吧流連，喺唔同嘅男人身邊周旋，過住燈紅酒綠嘅生活。喺跟住落嚟嘅幾年時間入邊，安娜都係靠住出賣自己嘅身體嚟到賺取生活費。直到2012年，佢遇到咗當時59歲嘅 Stefan， 佢嘅生活先至開始改善。Stefan 喺瑞典出世，80年代就移民到美國。佢係 Houston 大學嘅生物化學教授，喺藥物研發嘅領域方面有卓越嘅成就。Stefan 風度翩翩，好有禮貌，最重要嘅一點係佢係一位鑽石王老五，完全就係安娜想要釣金龜婿嘅最佳人選。佢哋喺拍拖幾個禮拜之後，安娜就搬入咗 Stefan 嘅公寓，展開咗同居生活。Stefan 深深咁愛上咗安娜，佢經常都會俾安娜好多現金當係零用錢，佢亦都會經常送衫同埋手袋俾佢。不過 Stefan 有一個怪癖，佢對高踭鞋情有獨鍾，尤其係斗領踭，所以佢會一直買唔同款式嘅斗領踭俾安娜，並要求安娜着上去跳舞俾佢睇。對於 Stefan 嘅呢個怪癖，安娜並冇感到抗拒，佢覺得呢個係佢哋之間嘅情趣，亦都非常享受咁樣嘅相處模式。2013年6月9號凌晨， Stefan 同安娜喺酒吧搭的士返公寓，途中佢哋喺的士後座發生咗激烈嘅拗撬。返到公寓冇幾耐之後，安娜就打咗911報警電話。What is your emergency, ma'am? He assaulted me. I hit him with my shoe and he's bleeding. He started beating me up. 根據在場警員嘅描述，當佢哋到達公寓嘅時候，眼前嘅景象就好似係恐怖片一樣。Stefan 面部向上咁瞓喺血泊中，已經冇咗生命跡象。佢塊面變得血肉模糊，冇辦法辨認，而埲牆上都係血跡。當時安娜身上嘅牛仔褲沾滿咗血跡，身邊仲有一隻5寸高嘅藍色高踭鞋，高踭鞋已經被血液浸濕，鞋踭嘅位置仲纏繞住一啲頭髮。之後佢哋就將安娜帶返警局協助調查。經過解剖之後，法醫證實 Stefan 嘅頭部、面部同埋頸部都曾經被鈍器攻擊咗至少25次，重傷而亡。而兇器就係喺現場揾到嘅嗰隻藍色高踭鞋。佢哋檢測咗高踭鞋，發現佢嘅鞋踭係由金屬製成㗎，非常堅硬。如果用嚟當做武器嘅話，佢嘅殺傷力就好似冰錐一樣，絕對可以置人於死地。由於 Stefan 嘅雙手有多處嘅防禦性傷痕，所以法醫判定 Stefan 嘅死因為他殺。喺審訊室，安娜交代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佢表示 Stefan 平時睇起嚟風度翩翩，但係一旦佢飲咗酒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而佢一直以嚟都不斷承受住 Stefan 肉體上同埋精神上嘅虐待。當晚佢哋喺酒吧度飲酒，氣氛本來一直都好好。之後一位男子請安娜飲咗一杯酒，並同佢傾咗幾句。呢個時候 Stefan 就打爛咗醋埕，開始發酒癲，指責安娜同其他嘅男人調情。佢哋由酒吧嘈到上的士，再嘈到返公寓。當時安娜想要執嘢離開，等大家互相冷靜，但係 Stefan 就擋住咗門口，唔俾佢離開。之後
Stefan 突然對安娜喐手，佢哋就好似摔角選手一樣喺地板上打交。呢個時候 Stefan 將安娜稱起身，掉向梳化，仲將梳化推跌咗。跟住 Stefan 將安娜撳喺地下度，用手捏住佢條頸。安娜當時幾乎冇辦法呼吸，為咗自救，安娜就除低咗腳上嘅高踭鞋，當係武器還擊。之後 Stefan 失去平衡跌倒，安娜就乘機將 Stefan 撳喺地下，一邊用高踭鞋打佢，一邊嗌佢停手。安娜表示佢當時並唔知道 Stefan 受咗傷，當佢回過神嘅時候 Stefan 已經奄奄一息咁瞓喺血泊中啦。見到眼前嘅狀況之後，佢即刻就幫 Stefan 做 CPR 急救，並打咗911報警電話。雖然安娜嘅口供表示佢係自衛殺人，但係警方好快就發現咗漏洞。首先，安娜嘅身上並冇任何嘅傷痕，呢一點同佢聲稱被 Stefan 攻擊嘅口供唔吻合。其二，血戰分析專家分析咗埲牆上嘅血跡，證明 Stefan 被攻擊嘅時候一直都係瞓喺地下噶。呢一點亦都同安娜聲稱自己因為被 Stefan 撳住而用高踭鞋攻擊佢嘅講法唔吻合。仲有一點就係安娜當晚所着嘅牛仔褲只有褲浪、大腿內側同埋膝頭哥嘅位置沾有血跡，講明佢當時係成個人跪坐喺 Stefan 嘅身上，用高踭鞋攻擊佢噶。當警方將安娜嘅名輸入資料庫嘅時候，先至發現安娜原來有案底。佢當時仲用嘅 Anna Fox 呢個名，佢曾經因為醉酒駕駛同埋盜竊等罪名而被告上法庭。佢嘅其中一位前男友喺睇到新聞之後聯絡咗警方，並表示安娜曾經喺一次拗撬中威脅過佢，如果佢再激嬲安娜嘅話，佢就會用腳上嘅高踭鞋嚟到攻擊佢。另一位前男友亦都表示，安娜曾經因為唔願意分手而咬傷咗佢。當晚車佢哋返公寓嘅的士司機亦都同警方講 ，Stefan 當時總共出入咗酒吧3次，半拉半扯先至可以帶安娜離開酒吧。上咗的士之後，安娜就河東獅上身，開始瘋狂咁鬧 Stefan， 幾乎將佢嘅祖宗18代都問候咗一次。而 Stefan 就一直都冇出聲。到咗目的地之後，司機仲因為擔心 Stefan 而提議將佢載到其他地方。但係就被 Stefan 禮貌咁拒絕咗，估唔到佢最後都係出咗事。Stefan 嘅朋友亦都表示 ，Stefan 從來就唔係一個暴力嘅人，雖然佢會飲酒，但係佢並唔會發酒癲。安娜先至係嗰個會發酒癲嘅人。事實上 ，Stefan 已經同安娜提出咗分手，亦都已經換咗公寓嘅電子鎖密碼，只係安娜一直都唔願意放手。而佢嘅行李亦都一直放喺 Stefan 嘅公寓度，遲遲都唔願意拎走。喺走訪咗安娜經常幫襯嘅酒吧之後，警方又知道咗一啲重要嘅信息。所有酒吧嘅員工都將安娜形容成一個有暴力傾向嘅女人。佢哋仲同警方講咗一啲關於安娜嘅荒唐事蹟。有一次，一名男子好心咁幫安娜執起佢跌咗喺地下嘅耳環，安娜就無端端咁刮咗佢一巴。仲有一次，因為酒吧已經收咗鋪，所以保安就請安娜離開。但係安娜就突然撲向保安，仲將佢嘅頭髮扯咗落嚟。聽到呢度之後，警方更加肯定本案一定唔係自衛殺人，而係蓄意謀殺。於是安娜喺案發嘅第2日就因為謀殺嘅罪名而被逮捕。2014年3月31號，本案正式開審。喺庭審中，控方出示咗一系列嘅科學證據，包括血戰分析報告同埋安娜驗血嘅牛仔褲等。檢控官甚至仲喺庭上模擬咗案發經過，向陪審團展示安娜當晚到底係點樣用高踭鞋將 Stefan 殺死㗎。另外，佢哋亦都傳召咗20位證人出庭作證，包括安娜嘅前男友同埋酒吧嘅員工等，講述安娜荒唐嘅暴力事蹟，證明佢係一個有暴力傾向嘅人。而辯方呢度就一直堅持安娜係自衛殺人，而非蓄意殺人。安娜仲坐上咗證人欄，七情上面咁還原咗案發經過。佢表示係 Stefan 發酒癲攻擊咗佢，佢為咗自衛先至會唔小心用高踭鞋搏死咗佢。
佢先至係本案嘅受害者。不過陪審團只係用咗4個鐘就做出咗裁決，最終阿娜被控1級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2043年可以申請假釋。2022年，阿娜喺監獄度接受咗英國電視台嘅採訪，喺鏡頭面前，佢七情上面咁描述咗案發經過，細節依然描述得好清晰。不過佢依然堅稱自己係無辜㗎。I did not murder him. I loved him. And I would never hurt him, despite of what it says or what everyone says. It's just say so. They just want to discredit me and they just want to make me the person that I'm not.